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今天要来继续讲解3000买入锦标赛的第3集手牌讲解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 all in 的状况啊，一样在4000、8000 hijack 位的短筹码 all in 48000弃牌到我，那我的筹码量有20万，我拿到了1对8。当下呢，我们绝对不会弃牌啊。那至于跟注或是全下呢，要先看一下大盲位的筹码量，大盲位的筹码量只有10万，大约是13个大盲左右，很明确的就是 all in 跟注是一样的意思。那我们就 all in 大盲位弃牌，然后看到2位玩家的牌。hijack 位是 K9 黑桃，我是1对8，翻牌是 QJA 一张黑桃，它有一个卡顺高牌带后门花，转牌黑桃3，合牌梅花6，成功的淘汰了这一位短筹码玩家。下一手牌呢是在6000、12000的盲注级别8人桌，这个时候呢，这手牌有效筹码大约是70万 ，UTG 的玩家大约有70万，选择加注到24000。CO 位是一个筹码更多的玩家，他有超过70万，他选择跟注。那我们在大盲位拿到了 J8 红桃，我们大约有70万，选择跟注。翻牌是 JJ9， 2张梅花，非常好的翻牌哦，底池9万。这时候我们当然是选择过牌，反而是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呢，他也选择过牌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3人底池，他本来就会有很高频率的过牌。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下注3万2，底池9万，下注3万2，接近1/3左右。我的想法是，我在这边可以有一个跟注的策略，也可以有一个加注的策略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翻牌绝对会有一些双头顺，甚至同花听牌的炸胡。但以整体来说，3人底池如果是一些比较弱的3条，譬如说 J8， 那我觉得跟注还是比较好。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对方有3条的话，我们可以扣，然后合牌再做决定，应该都会跟注。比较弱的踢脚，我会放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策略，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我选择跟注。UTG 的玩家也跟注，那 UTG 的玩家在这个地方跟注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范围比较像是什么？像是一些手队，比如说88、10，甚至是有可能 QQ、KK、AA 都有机会，因为 JJ9 嘛，对不对？他 AA、KK 下注，他如果输3条，他就输了嘛。如果说他可以从听牌或者是一些炸胡的手牌赢到更多的价值的话，那他1对 A 1对 K 这样打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合理。所以呢 ，UTG 的玩家如果他跟注的话，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资讯是蛮明确的，就是他有一些有摊牌价值的手牌，当然他也会有一些听牌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转牌来了一张梅花3，所以呢是一个正门同花梅花3，底池18万6千。那当然我们的预设策略，我认为应该都还是过牌。那如果说我会有一个下注，可能会是一些同花，或者是带有同花的炸胡，比如说 A 叉带一张梅花，或者是什么 K10带一张梅花 K 之类的。我在猜，如果我真的要想出炸胡跟价值手牌的话，那我觉得3条 J 在这个3人底池的话，应该就是一个过牌，没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其他后面那2位玩家也都过牌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如果中了同花，很有可能会下注。这时候合牌来了一张方块 A， 我合牌选择过牌，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保守。我现在想一想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小的下注。原因是因为如果我做一个小的下注，对方如果只有 J， 他如果踢脚比我大的话，他只会跟注。如果对手是1对 Q 1对 K， 很有可能合牌下小注，他会跟注。当然合牌如果他中了合牌的 A， 我下小注，他也会跟注。我觉得下小注可能好一点。反正我当下选择过牌，其他2位玩家也过牌，然后其他2位玩家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，就弃牌，所以我们就赢下了这个底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在11月1号晚上7点，我会在全新节目 All In 的直播中出现，和丁特、Nevin、紫薇、吉祥、大亨等等的扑克玩家来一场最硬派的扑克对决。节目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，赶快追踪，跟我一起硬起来！下一手牌呢，是我认为应该是这个系列赛里面打的比较早一点的手牌，或者是说我觉得有点想太多。这手牌呢是在6000、12000 9人桌的状况，然后呢我在 UTG 加1，我有7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1对 J， 黑桃 J、红桃 J， 加注到25000。大盲位的玩家是一个年轻的巴西玩家，他有10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。这时候翻牌是 Q65， 2张方块，底池6万8千，他选择过牌。那我们这边说了，我们这边1对 J 大概是唯一一个组合可以考虑过牌，当然我们可以全范围的持续下注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底池6万8，下注2万5。大盲位的玩家加注到8万5千，这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加注到8万5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能够跟注或者是弃牌的手牌大概是长怎样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有顶对，很明确的哦，绝对不会弃牌，至少是跟注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些双头顺或者卡顺，
顺，甚至是一些 A6、A5 带一些不管是正门花或是后门花的手牌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原因是因为我们至少还有更多的 outs， 它绝对有机会炸胡，所以我们至少都会跟一次。那我觉得像这种1对11对 J 就是一个我们是领先它的炸胡，问题是如果它不是炸胡的话，我们只剩下2个 outs， 很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如果我今天是 A6、Q65， 我下注被 raise， 如果我跟注它不是炸胡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很多 A 的 outs 跟6的 outs 可以变强，从落后变得是领先。但问题就是1对11对 J 这种就是什么？就2个 outs。最惨的是什么？最惨的是我没有方块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选择抵抗手牌的话，我应该宁愿跟注一些 A5、A6、AQ、KQ、Q10，就是2张方块或者是一些带后门花、后门顺，我觉得可能会是更好的手牌选择。反而是1对 J、1对10，尤其是没有方块的，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要弃牌。那我觉得当下跟注也不到最糟的选择，但是我们很明确的知道，在转牌或合牌，如果我们没有变强的话，那我就觉得是一个面对再下注的话，就是一个明确的弃牌。反正当下我就觉得这个巴西的年轻玩家非常的凶狠，他会有很多的双头顺、卡顺，我自认为会这样子甚至是同花听牌加注。所以我们1对 J 呢，不管有没有方块，我当下还是决定跟注，转牌来一张高牌 K， 对我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好，我会有 AK， 我会有很多 KJ、K10 带后门花高牌跟注，所以其实 K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好。他选择过牌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选择过牌，那我1对 J 当然就是过牌嘛。第一个，他如果有 Q， 那我下注干嘛？他如果是炸胡，那我下注也没有什么好处。当然可能有，但我觉得我宁愿过牌之后让他来炸这个合牌，我再来抓他嘛。当下转牌 check， 我也 check。这个时候呢，合牌来了一张最有变化的一张牌，方块9 Q65K9， 这也是正门花中了，7、8的顺子也中了，当然还是有一些3、4跟4、7的双头顺没有中。这张牌其实改变蛮多范围。这个时候呢，底池238000，他选择下注124000，刚好是半个底池。这个时候我就在想，他有什么牌可以下注124000？当然，他可能有同花，可能有顺子，可能有2对。那问题就在于他会不会有炸胡？我们现在要抓炸胡就是什么？他只要有炸胡，我们1对 J 就是可以抓，因为他就是有炸胡。那如果说他没有炸胡，或者炸胡不够的话，那我就觉得这个1对 J 应该要弃牌。但是我们就讲了，第一个就是翻牌是一个很边缘的情况，我们也很明确的知道我们在转牌跟合牌还有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，比如说 AQ 带方块 KQ、AK K 叉，然后甚至是一些随机的2对。甚至是合牌的同花，我也有同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牌可以抵抗，我们有 AA 可以抵抗，我们有很多顶对和2对可以抵抗。1对 J 到底需不需要跟注？我自己事后觉得没有必要，然后我也觉得说，在这个又开同花又开顺子的牌面下，你下注，我绝对看不到一个对子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它不会有什么 AQ， 它不会有 JQ， 它不会有 K10， 它不会有什么一个对的薄价值下注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。希望就是看到你是一些顺子或者随机的炸，就是有一些阻挡牌，巴西玩家嘛，就是很疯狂，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想一想之后呢，我决定还是跟注，看到他的手牌是 AQ 带方块 A 这手牌其实蛮令我出乎意料，就是他在这个翻牌 race 我绝对没有问题，绝对是价值加注，转牌 K check check。合牌他半个底池的价值下注，我看到他的牌，其实我是蛮意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单纯是中一个 Q， 比如说 QJ 或者是 AQ， 我觉得他合牌应该是过牌，至少我是这样子认为。所以看到这个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如果他会价值下注这样的手牌的话，那我的1对 J 跟注是非常的糟。所以呢，这手牌大概是我在这场赛事里面事后觉得最后悔。那不管这手牌呢，就让我输了一点点筹码。这一场赛事结束前呢，最后一手牌跟大家分享一样在6000、12000的盲注级别9人桌，我在 UTG 我有大约608000的筹码量，大约是50个大盲，拿到了1对8，加注到25000，大约是2个大盲多一点。8通位的玩家是一个职业牌手，中国玩家，我认识的，他选择3次下注到75000。这个时候呢，到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筹码深度刚好落在一个蛮尴尬的，就是我们有接近50个大盲，我觉得可以跟注。第二个就是这手牌没有位置，好不好打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处理。第一个1对8不够强，但是我觉得筹码深度就很尴尬。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边缘的状况啦。简单来说，我当下决定跟注是因为我认识这位玩家，我觉得他翻牌后可能不会让我太难缠，至少我是这样子认为。所以我选择跟注，单挑底池，翻牌是753，两张红桃，然后我是没有红桃的88，底池18万，预设策略是过牌，对手持续下注6万3。那我觉得对手持续下注的范围，我相信会是接近全范围，原因是因为他对上枪口位的3次下注的范围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要么就是很强的牌JJ 以上的对子，或是一些炸。对上这样子的范围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，至少我觉得我跟注一次之后，这位玩家很有可能在转牌或合牌，他不一定会下注。不管怎么样，翻牌我们是绝对没有道理直接弃牌，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转牌的顺子听牌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跟注之后转牌。
红桃八，哎呀，港台红桃八啊，我们直接中了3条八，非常的好。这时候呢，底池30万6千，然后我的后手剩下47万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？我觉得不会有，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它的范围是一对 J 以上的对子配合一些炸胡的话，我如果是88、99、10 JJ， 基本上我还是在抓炸胡嘛。我觉得差别就是他会不会拿一些 AK、AQ， 不管是有没有带红桃的，搞不好他会 all in 炸，有可能，或者是他会持续下注。所以当下我想一下之后呢，我还是过牌。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是，他也过牌。那我觉得如果他是一对10以上的对子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过牌，但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选择过牌的手牌，我觉得只有什么比较合理 ，AAKK， 对吧？你实时 JJQQ， 你万一转牌过牌，2牌开一张高牌，按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很难处理？还是有低频率的 AAKK 过牌，但我觉得至少实时到 QQ 的对子，我是觉得基本上我直接会排除。这个时候呢，合牌8，哎呀，4条8，哎呀，非常好。假设他真的是什么 AK 红桃慢打的转牌中同花慢打，我们合牌也赢。基本上我们合牌呢是一个100%的最大的4条8。这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就2种策略，第一个就是过牌，第二个就是下注。那如果我要下注的话，我就只有一种尺寸，就是 all in。千万不要觉得说哦，我下个半个底池会被 AK 还被什么跟，不会。我可以跟你讲，如果他会跟我 all in， 他就是会跟啊。如果我不会跟，我就觉得他都不会跟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决定，有的时候过牌，有的时候下注。那下注就是 all in。有时候 book 就这么简单，中4条啊，就是 all in 啊。我 all in 呢，他在想，我就不知道他在想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如果他是一对 A 一对 K， 他应该就秒跟啦。所以我当然希望他是大对子。他在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高牌，比如说 AKAQ， 甚至是一些同花 A 这种高牌啊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牌要想。然后他想之后，他弃牌。所以呢，很遗憾哦，我们这边中了4条8，然后呢，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第3天。以上就是3000买入锦标赛手牌讲解的第3集。如果你对于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投稿手牌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。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影片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